爱的嘉义的同学，还有我们全球在网络上跟我们一起上课的同学，大家早安。是昨天在台南看到我们的同学，今天又在嘉义看到我们的同学哈。那原来是从嘉义到台南去卧底的概念。好，那早上听我们的Rita 主任说哈，好像慢慢越来越多过去早期在嘉义的学员，现在都又慢慢的这个回来了，慢慢的回来了。那我觉得蛮好的因为本来身心灵的概念的学习，它就是一辈子的一个部分。好，今天第一次来的同学请举手。好，请放下，还是蛮多的哈，好，欢迎你们过来。好，那徐师还是要来邀请大家哈，邀请大家在今年的11月18号、19号2天，好，今年的18号、11月18号、19号2天，我们在花莲的赛斯村有我们的赛斯大会。那一样18、19号2天。在赛斯园区里面的食宿都是由赛斯村免费的招待，好不好？好，然后17、18是我们的荣誉村民工作坊。好，那荣誉村民工作坊它的这个学费，许医师也都是完全捐出来支持我们赛斯村的建设。好，那如果想参加工作坊的人，可以参加17、18。那如果在18、19可以来参加我们的大会。那我们今天的19号的中午，好，那我们会恢复之前的那个办斗。好，我们要这个办桌，好，在19号的中午，好，我们要办桌。好，那希望所有的同学都能来花莲赛斯村，让我们基金会来款待，好不好？好如果因为可能房间有限所以到时候要报名的时候，大家麻烦手刀要快手刀要快那如果没有订到赛斯村的房间，就来露营吧，来露营，好，或是开着车晚上睡在车子里面都可以，好不好？好，那这个如果订不到房间的话，你们也可以去住外面的民宿但是不要拿着发票来请钱，没有请钱这件事，在赛斯村园区里面，我们才有招待外面的民宿跟交通是没有包含在里面的，好不好？包含在里面。好，来，我们给今年赛斯村的活动给他鼓掌一下。好那我们就开始来进入我们的这个讲题那这个讲题对，刚我们的Rita 主任来，刚刚 Rita 在哪里？对，我就是要你来讲一下今天这个题目，然后对，讲一下这个题目。好，昨天徐是在思考这个题目的时候因为昨天在台南是在讲这个快乐跟激情，快乐玩乐跟激情才是人生真正负责任的生活方式。好，所以从昨天的题目来到今天因为昨天徐是在台南讲了一个概念在我们的文化里面，所谓的玩乐或快乐好像比较是负面的，就一般来讲，我们觉得小朋友是属于玩乐跟快乐的嘛。好，所以小朋友好像在慢慢长大的过程当中，好像就应该要失去快乐的感觉，对不对？好，那如果我们用成年人跟儿童来做区分，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好像成年人是失去了快乐的儿童。因为成年人有很多的责任，很多的应该，很多的
压力，所以应该要比较严肃，是吧？好，所以如果我们这样讲，那么就有很多的成年人其实是不快乐的，不快乐的。好，那如果我们回到今天讲这个用力，用力，来，昨天徐师在想这个题目哈，来，我们的文化里面对懒惰是非常负面的。好，在西方也是哦，在西方也是。好，比如说举例来讲，像之前徐医师到美国巡回演讲的时候，各位，其实美国人一般来讲是很勤劳的哦，美国人算很勤劳的民族哦。你不以为然着，其实美国人算很勤劳。好，因为美国人主要他是跟着基督教的信念，那基督教的信念里面有一个概念，就是懒惰是魔鬼的特性。所以在过去西方的基督教的思想，他们比较强调的是清教徒的那种概念。那清教徒的概念主要必须要勤劳。好，或所谓的勤奋。所以在我们的文化里面，好，其实我们是非常鼓励勤劳跟勤奋的。好，尤其像许医师是客家人嘛，大家知道客家人是特别强调节省，然后勤劳跟勤奋。好，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在我们的文化里面，其实懒惰，好，它在西方它被认为是魔鬼。好，在东方，好，其实懒惰就意味着什么？失败。好，所以在我们的文化里面，好像觉得辛苦才是对的。但是我要稍微做一点区分哈，辛苦跟勤劳一定一样吗？勤劳不一定要辛苦。比如说，如果我们讲蜜蜂很勤劳，但是你会说蜜蜂很辛苦吗？或是我喜欢举一个例子哈，像毕卡索画家毕卡索，我相信毕卡索是一个很勤劳的创作者。你看他做雕塑，然后他玩艺术，那他画画有没有？我相信毕卡索是很勤劳的，但是如果你跟我说他很辛苦，我就会有一点小小的问号。那你觉得他很用力吗？我们这里讲的用力哈，当然我们今天会稍微用比较不同的角度来看这个用力。好，我的意思是说，我瑞塔等一下再补充，那你做好。我讲我父母好了，我发现我父母到晚年的时候，他们觉得他没有在勤劳是不对的。好像在我们的文化里面，你必须要很辛苦才有功劳。来，各位，所以学士今天要讲的一个概念很有趣，就仿佛在我们的潜意识里面，我们是阻止自己快乐的，就好像快乐是一种罪恶哦。我不知道各位理解我的意思，好像你快乐你会有罪恶感，因为你的爸爸妈妈没有很快乐啊，好，你的祖先都没有很快乐啊，好像快乐你会对不起非洲人民一样。当然，现在很多非洲人民已经过得比我们好了，好不好？好像如果你快乐，你会对不起这个世界很多不快乐的人。对，好，另外一个就是，好像我们常常要觉得我很辛苦，我才有功劳。就我们常常用辛苦来凸显出我们存在的价值。好，比如说刚我提到，像我父母亲到年老的时候，其实我常常觉得他们是可以过好日子的，可是他们觉得好像他们在我们面前必须要呈现一副好像很辛苦的样子，他才有面子，他才觉得自己是可以的。好，因为这个东西又跟我们下午的题目有关，所以我发现我父母老年的时候，当他们快乐、享受
或放松的时候，他觉得好像他就必须用生病来替换。因为那个好像是一种哲学，我们必须从活着一直辛苦，一直辛苦，一直劳动到死掉为止。那唯一可以让我们不要那么辛苦，不要那么劳动的是什么？生病。好，甚至在我们的宗教里面还有一个概念，享福、福尽、福尽祸来，有没有？所以我们的宗教是阻止你享福的。各位懂我意思吗？所以我们就开始形成我们潜意识的矛盾。所以各位，你到底要享福还是不要享福？你享福，你会觉得是一只好命，对不对？好，可是你一边享福，就一边脑袋响起一个声音：享福，福尽，福尽祸来。我让各位知道我的意思吗？就是你一辈子努力工作，你觉得你要享福，可是到你真的要享福的时候，好像你又开始生病了。就好像最后你是要用生病来换到过好日子，用生病来换你可以不要那么辛苦，所以变成辛苦是我们好像要演出来的样子，好像我们一个人生的一个典范。各位懂我意思吗？像每年我们父亲节或母亲节，有没有？尤其是母亲节都要歌颂母亲的伟大跟辛苦。对，那如果很多妈妈不辛苦，她就不能过母亲节的概念。对，所以到底刚讲在我们的文化里面，是不是其实我们觉得自己辛苦才是对的？各位，在我们的文化里面，是不是我们觉得辛苦才是对的？好，那如果是这个文化的底蕴的话，那我们是不是都活得很用力？因为人一辈子是来什么？辛苦的。好，然后劳苦的一辈子最后当你要享福的时候，脑袋又想起那个声音：享福，福尽，福尽祸来。那你到底能不能享福？对，就好像在我们的文化里面刚提到，懒惰是不可以的，放松是不可以的，甚至有时候连快乐都是不可以的。对，所以在小朋友成长的过程当中，好像我们一定要把小朋友变得很不快乐，我们才觉得我们教育成功。好，我昨天在台南我才提到，就是我们小时候常常就是跟他天地在吧，就是好像很白目，像雅斯伯格这样到处玩，然后大人就会骂你那么快乐干什么？去把功课写一写。你那么快乐干什么？去把地扫一扫。你那么快乐要干什么？去把什么房间整理一下。而且好像大人见不得我们快乐。后来长大我才觉得，也许这是一种嫉妒吧。因为当我们是大人的，其实我们就常常必须要很严肃，必须要很认真，好像才可以。好像快乐就是一种不应该的东西。对。好，那这东西又结合了很多信念，就是我人一定要追求完美，人一定要做给人家看，人一定要活得很用力。是啊，好像不用力是不可以的。但是我先这样讲在四心法绝对不是说我们要每天都偷懒。好，比如说我们神奇之道的口诀，大家还记得吗？结果先确定，方法自然来，轻松不费力，信任、感恩加行动，但要有耐心。里面有一个叫轻松不费力。可是许医师常常会强调，不费力不代表不努力，努力不代表很用力。好，那很用力之后会不会觉得很辛苦？辛苦到后来，人生会不会觉得越来越没有感觉？那我们为什么做每件事都会做得那么的用力，跟那么的辛苦？好，所以我今天其实要讲的主题是，我们为什么活得那么辛苦？我可以活得不辛苦吗？还是你觉得辛苦才是对的？来，瑞塔同学。好。我觉得许医师刚刚那句话真好，有没有笔记下来？就是要很用力，可是要真的一下子就忘记了。因为我的人生真的一直活得很用力。我觉得我如果不用力，我可以吗？我不表现的，但是好像
这样讲也有一点像哦，你好像一直要去演，因为我怕我是老幺，然后我对家里如果什么贡献都没有，因为我们家小时候就是家道中落嘛，那哥哥姐姐都感觉很辛苦，因为他们都要做很多家事，然后要帮忙家里，要去赚钱，要去打工，要去干嘛，那只有我可以好好念书。对，这里我还讲个笑话，我父母后来我慢慢长大觉察到，他们两个会在孩子面前去竞争比较谁比较辛苦，好像谁比较辛苦，谁在孩子心目中的那个地位跟分数比较高，有没有？所以他们两个会，你让我辛苦，我比你较辛苦，好不好？你在外口辛苦啊，我在拼厝内敢无辛苦？我够比你较辛苦。好，我就说你没你两个人弄就辛苦，不然你们两个都很辛苦，好不好？好像辛苦会让我们觉得好像有一种像坐下来喝杯茶，那个茶才有味道一样。各位，好像辛苦让你觉得你的放松才是真正的放松。来，你继续说。对，所以某部分我姐姐就表现得很会做家事，很会做家事，什么都做得井井有序。然后我只要一做家事，我一定被骂。那可能有一个他觉得我为什么可以坐在书桌好好念书，他就要一直帮忙，一直到现在现在还是这样。现在可能他一直会叫我去做些什么，他好像才比较甘愿。这里稍微停一下，因为我是在农村出生的嘛，你知道很多农村的小孩子后来为什么念书念得很好？因为不想下田。好，那我就问各位一件事，是念书辛苦还是下田辛苦？等一下，这边就很有意思咯，因为等一下我就要从这个东西切入主题咯。好，辛苦有分等级，来，各位，对有些人来讲，你到田里面去工作是比较辛苦，还是你坐在书桌前面，或是你坐在教室里面听老师上课，哪一个比较辛苦？好，所以有没有发现徐是在切主题了？就是你们每一个人，比如说我给你100样东西，你一定会觉得什么东西是你比较想做的，你相对上就会觉得没那么辛苦。比如说，我常听很多人说，你要叫我去念书，你不如把我杀了算了，我宁愿到田里面，我宁愿去搬一个很重的石头，我也不要念书。可是对有些人来讲，他就觉得念书是比较什么不辛苦的。好，所以等一下徐师要讲今天的主题，你之所以这一辈子不辛苦，其实是要你找出不辛苦的道路。当你找出你相对上不辛苦的道路，你就会打开心灵的潜能，然后你就会越做越顺利，然后你会健康，你会成功，你会赚得到钱。来，各位懂我在说什么了哈？所以所有你的辛苦是在相对的辛苦里面，你找出一条你不辛苦的路。可是这个不辛苦不是这件事不辛苦，而是这件事是带着你内在的一种喜欢。来，我举个例子，我们看网络小说看到半夜3点辛不辛苦？我们以前在追楚留香的时候辛不辛苦？对，然后我们打电动玩具打到整个晚上不睡觉辛不辛苦？一点都不辛苦。然后一去约会到半夜3点辛不辛苦？不辛苦。来，这样各位知道我的意思。所以徐师这里的辛苦，最后我们会加上主观因素。对，就像以前我们小时候没有那么多网络小说，我们在追金庸的小说，哇，追到半夜，然后还蒙在棉被里面，还怕父母发现，各位都不辛苦哦。可是课本拿起来念了3分钟就很辛苦。好，所以这很有趣。来 ，Rita 继续说。不过大家都知道嘛，我12年前是乳癌嘛，我一直到我乳癌的那一刻，我才知道某部分我借由一场癌症在补偿看似很辛苦的姐姐，然后在那个时候我什么都没办法做，可是我也在那个时候我才明白，其实我记得我后来有跟他讲一句，就是你不要觉得你很辛苦，其实我这一路以来，我为了要出去抢金牌，
对不对？人家说那个抢前3名啊，抢什么？我也很辛苦，我一直在焦虑。就我一直在焦虑，说我如果抢不到怎么办？因为你们都这么辛苦，其实我心也好苦。我记得我在念书的时候，我甚至不敢太早睡，好像你已经可以有罪恶感，对我有罪恶感，我一定要读到1、2点，甚至我记得要联考的时候，我还不敢上床去睡。我记得我放了一个行军床。行军床在旁边，就是睡不好才会想要认真念书啦。就是你仿佛要把自己搞得好像很苦，因为你不能啊，对不对？大概我的哥哥姐姐，然后爸爸妈妈都那么辛苦，我怎么可以？就你有一个也要把自己，后来你这样想一想，对你好像也把自己要演得很辛苦，某部分你也不敢太舒服，对。然后所以我后来就跟姐姐说，其实你一直觉得长期下来你们都很辛苦，可是我觉得我心也好焦虑哦。好，所以大家有的听我演讲都知道，我从国中就开始拔头发。哦，这是焦虑。拔到高中。对，就想到那时候会不会觉得有点心酸，就很对不起你的头发的概念。有的人还不用自己拔，他自己会秃掉一块，叫圆形秃，你知道吗？就是你的头发自动免了你的麻烦了。好像最近徐氏有一个个案，他就是后面这样秃一片。圆形秃，然后就做免疫治疗啦，就吃类固醇啦，那效果都不好，因为那个是从心里面的焦虑来的，就是我们俗称讲的鬼剃头嘛。对，是啊。可是许是我跟大家说，我在新竹有一个学员啊，他下午会从新竹过来上许氏的工作坊，他跟我说他本来有一块秃，可是他70几岁咯，然后他说后来他去剪头发的时候，那个发型师跟他说，哎，你怎么长出头发来了？然后他就说，哦，是吗？我最近没做什么，我只有一直去上课，然后一直去听许师的演讲，对不对？所以这个其实是可以回复的哦。好，鼓掌一下，鼓掌一下，真的，他下午会来。对啊，就是心灵执法的概念。对，心灵执法，我们这里有很多奇迹嘛，对不对？不受阻碍的神奇嘛，对不对？瑞塔，你现在还会活得很用力吗？其实我觉得那是从小养成的惯性。那我即便你说我到现在，我觉得我还是很用力啊。尤其是什么最明显，就是工作坊要开始了，对不对？那公益讲座要开始了，我到前一天我还被那个我的伙伴们说，那个谁又在乱丢资讯了，那谁又在轰炸了，然后他们就知道，刚开始我会被骂，现在就是他们知道Rita 又在焦虑了 ，Rita 又要用力了，又好用力，对。就是每到那个你平常可能会觉得啊，你好像比较好了，可是只要到那个节骨眼，那个事件一来，我内在那个根气啊，那个惯性就会上来，就不用力，而且不用力，我可以吗？我的工作人员都这么辛苦，那我这主任在旁边可以吗？我能做些什么？那就是只要大家只要接到我的轰炸，要很抱歉，那其实就是我在焦虑。然后我也只能在手指上一直用力，表示我有在做事情，然后我有存在。好，谢谢 Rita。来提醒大家，麻烦手机，因为我发现大家手机冰冰冰冰的。来，给大家一点时间。好，麻烦手机。好。OK， 好，手机关起来，关静音。好，谢谢 Rita。好，来，刚刚徐师几个部分哈。来，第一个部分是辛苦是为了不辛苦。来，所以大家要不要先建立这个概念？好，如果说我们的灵魂来到地球上来，那我不会说不辛苦是不存在的。的确，很多人活得很辛苦。而且说实话，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辛苦。好，比如说刚刚 Rita 提到，做家事有做家事人的辛苦，念书有念书的人的辛苦。好，所以辛苦是为了不辛苦，辛苦是为了不辛苦。好，那这里分几个层面哈。刚讲辛苦为了不辛苦，
因为辛苦的目的不是辛苦本身，其实辛苦只是手段，而且它不见得是一个必要手段。辛苦，如果我们说它是为了提升能力，各位，好，如果说辛苦是为了提升能力，好，比如说如果各位有在做健身或在运动，来，请问你一天开始运动，比如说跑300公尺好了，你可能回家就很辛苦了。那如果你每天都跑300公尺，请问再过1个月之后，你跑600公尺，跑1000公尺，你累不累？你就不辛苦了。为什么？因为你培养能力了。好，你的心肺功能，好，你的肌肉，你的这个有氧的部分都提升了，对不对？好，所以说，如果我说辛苦是为了培养能力，那当能力培养出来了，你是不是相对上就没那么辛苦了？好，所以我们讲第一个概念，宇宙的本质是要我们不辛苦，不是要我们辛苦。但是要让我们不辛苦，其中有可能会经过辛苦的阶段，好不好？有可能会经过辛苦的阶段。好，所以各位，第一个，我们先记得一个概念：辛苦的目的是为了你可以不辛苦。好，第二个概念，刚刚许师提到，辛苦的目的是为了什么？提升能力。好，这个的我们等一下再讲。好，那刚才许师有提到，请问每个人的辛苦是不是都不一样？好，那今天我还是要讲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就是心灵觉醒。那今天同时讲心灵觉醒，同时讲这个题目，同时讲神奇之道。好，因为这是赛斯心法的核心。来，刚刚徐师不是讲了一句话吗？相对上来讲，每个人都有自己灵魂的天赋才能。大家知道，在赛斯书未知的实相讲到9大意识家族，还记得吗？就是每一个人都属于9大意识家族的其中之一。意思是说，这个世界的每一个人都有他的灵魂的特质。灵魂的特质，那什么叫灵魂的特质呢？就是相对上来讲，来，各位仔细听，你要怎么样？好，等一下哈，来，相对上来讲，你做某些事会比别人事半功倍。来，大家跟我讲一遍，事半功倍。来，事半功倍的意思是说，你只要付出一半或更少的时间、努力跟辛苦，你就会达到别人好几倍的效果或收入或成果。来，各位仔细听，因为这里就暗含了你的心灵能量的打开。那就刚刚徐师提到，对有些人来讲，去种田把稻米生产得很好，他觉得对他而言相对上不难。对有些人来讲，数学相对上不难。来，种稻子跟写数学题目，哪一个比较难？所以你们就适合种稻子了哈。各位听懂徐是在说什么了吗？好，对，好像这个同学是学艺术的嘛，所以你的本科是跳芭蕾舞。对，那我要讲概念的，跳芭蕾舞对他而言相对上是容易的，对徐是腿短的人而言，你干脆叫我去种田好了。好，所以徐师要讲的是，在每一个人灵魂觉醒的过程当中，你都会发现，你做某一类的事或从事某一类的努力，相对而言，你
是事半功倍。那甚至有人觉得你很辛苦，但是你却乐在其中。来，比如说像这个同学，他是跳芭蕾舞的，请问你跳芭蕾舞的时候辛苦，还是写数学题的时候辛苦？写数学的时候辛苦。来，各位，我宁愿写数学题，好不好？你叫我跳芭蕾舞，你把我的脚砍断算了。哎，让各位明白许医师的比喻。好，所以第一个宇宙的本质，来，各位仔细听，就是相对而言，你做什么事，你觉得你没那么辛苦。好，意思是说，你学起来，你做起来，比别人事半功倍。来，各位记得这个东西。好，你一定要记得这个东西，因为这个东西就是你们最后找到心灵的潜能，最后你会心灵觉醒的切入点。好，你觉得你做起来比别人容易。好，第二个就是当你在做的时候，你容易感觉到一种成就感跟快乐。好，等一下我们还会再讲。那你很用力，那你到底这一辈子是为谁辛苦为谁忙？如果你都是为了别人而做着你不喜欢做的，只是为了尽责任，来，各位，同样两个人都很辛苦，甚至 A 比 B 看起来不辛苦，但是 A 可能比 B 痛苦万分。来，知道我的意思吗？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你是个家庭主妇，你本身就非常喜欢煮东西，那你当家庭主妇，各位，同时你老公又在外面工作赚钱，然后刚好他的收入又不需要你再去工作赚钱，那刚好你又喜欢做家事，喜欢把家里东西搬来搬去的，你又喜欢煮东西，那你当家庭主妇，那你觉得辛苦吗？各位懂我的意思？可是如果你是个家庭主妇，可是你其实是很讨厌厨房的，各位，那么请问你辛不辛苦？所以各位懂我的意思哦。所以以前我们常讲一句有趣的话，就是 right person in the wrong position，in 还是 on？ 好，各位，一个人是对的，但是摆错地方了。right position， wrong position， 位置放错了，但是你是一个 right person， 你是一个对的人。所以我刚讲，同样是一个家庭主妇，同样忙家里忙三餐，请问有没有人很用力？有没有人一边做家事一边唱歌，觉得幸福无比？然后一边炒菜一边觉得这个 cooking 烹饪真是充满了乐趣然后先生如果跟他吵架，就辣椒多放一点打香毛细的丢啦。对，是啊。那有没有人其实心里的感受是他根本不喜欢做这些事，但是他必须被迫强迫自己做这些事。好，意思是说，其实你们每个人都是对的，但是你是不是把自己放错位置，以至于你一辈子都活得很用力？来，各位，学士要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对鸟而言，飞不需要很用力，因为它符合它灵魂的特性；对鱼而言，游泳不需要很费力。来，各位就懂我这个比喻了，明白了没有？就我们今天这个题目是一个相对性的。对鸟而言，各位，你们知道，你们看很多那种自然的那种影片，鸟宝宝慢慢长大，父母亲就从悬崖上面把它踹下去，它就会飞，不然它就会摔死了，对不对？就是这样子嘛。各位，那你把一只鱼从悬崖踹下去看看，
那就变生鱼片了嘛。那你看海龟，海龟就爬上岸游泳，爬上岸下蛋，下了一窝蛋。那一窝蛋孵化之后，小海龟就往海里爬，它爬到海里就怎么样？它就开始游泳了。各位，请问你们下水都会立刻开始游泳吗？还是沉下去？来，这样各位懂我在说什么了吗？好，所以我说的不是对跟不对的问题，我说的不是用力跟不用力的问题，而是什么样的用力对你而言是刚好符合了你天赋的才能，所以你做起来就相对上就好像海龟游泳相对上轻松不费力，鸟在空中飞相对上怎么样？轻松不费力。然后鲸鱼、海豚在潜水，在大海里面相对上就怎么样？轻松不费力。来，各位懂我的意思了哈？那北极熊在北极的冰天雪地在那边跑步就怎么样？轻松不费力。你把北极熊放到台湾的中央山脉，你觉得它会怎样？对，它可能就完蛋了。远远你就看到一个团白白的东西。来，各位，懂我的意思吗？好，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当你们觉得你们的人生一直很用力的时候，来，要么就是第一个，你在一个刚开始的阶段，来，甚至我觉得刚开始鸟学拍翅膀也要用力呀，也要用力。所以我讲的不是初始阶段，我讲的是你的这一辈子，你的这一辈子。所以，如果许是讲心灵觉醒的话，那心灵觉醒为什么我们说神奇之道，它相对上轻松不费力？好，如果我用那个自我形象整容术的那个作者麦斯威尔的比喻来讲，各位，那就是当人把自己的头脑跟自我跟内在的自己结合在一起了，各位。结合在一起来，我打一个只有我们华人听得懂的比喻了哈，就好像你举起一块很大的石头，你有没有打通任督二脉？一不一样？不一样啊！好，假设用我们华人武侠小说的比喻，对一个打通任督二脉的人，举起一块大石头容不容易？很容易呀。可是对于没有打通任督二脉的人，你可能举了半天，觉得累得要死啊，你很用力也举不起来啊。好，所以我们今天讲的用力，以赛斯心法来讲，它代表着你如何从你的自我，从你的头脑，慢慢的进到你的心灵，而心灵拥有一个潜能跟特质，可以开始让你事半功倍，然后轻松不费力。各位。好，这是你们每个人要去找到的内在主观的感受。好，首先我先回到现在，目前的人类，好，我们是不是都非常的用力？然后我们主观上来讲，是不是都让自己过得很辛苦？然后包含很多广告有没有？来，之前那个台湾有一个蛮牛的广告，或是那个之前那个 Red Bull 有没有？红牛。给你一对翅膀。好，相对上来讲，我们有这么多提神饮料，我们有咖啡，有蛮牛，有什么白马、马一夯，有瑞普，对不对？好，这些东西都是相对上要让你怎么样提升你的精神，而相对上让你不要那么辛苦。好，可是各位仔细听，如果你的辛苦是因为你一直在想要符合社会的期待，想要做给别人看，而你从来没有认识你自己。就像刚徐医师提到的，最后你的心情会变成，那到底你是为谁辛苦，为谁忙？来，我再回到另一种辛苦。如果这个辛苦是你开始做你想要做的事，你喜欢做的事，你擅长的事，请问你觉得辛不辛苦？来，对各位，徐师在讲一个概念的。
有一种辛苦其实是不辛苦。来，比如说假设我们讲一个数学家，熬夜解一个数学题目，你觉得他辛不辛苦？你叫他不要解，他就更辛苦了。对，就像你叫你的小朋友不要玩网络游戏一样。好，所以学校讲的是这个东西，就是如果你所从事的事情刚好又带给你内在的灵魂一种兴奋、一种喜悦，甚至是一种成就感跟快乐，那么第一个相对上你会不辛苦。那我要问各位，你们找到这个东西了吗？好，各位，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刚刚学师提到的，如果我们把这个东西把它好用心灵觉醒来做一个称谓，那当你的心灵的好，我们赛斯心法讲的爱、智慧、慈悲、创造力、喜悦跟神通，慢慢的苏醒过来。意思是说，当你找到了你的天赋才能，那么相对而言很重要，神奇之道来了，对别人而言要辛苦10辈子，也许你花10年就做到了。这样各位听懂我的意思？哎，徐师就是要讲这个东西。对别人而言，也许要辛苦10辈子，他才能做得到。也许对你而言，可能10年就做到了。好，所以这里是我很喜欢赛斯心法的一个部分。好，我记得赛斯讲过，他说，像你们认为的耶稣或佛陀，好，赛斯在评论耶稣或佛陀，赛斯讲过，你们觉得耶稣跟佛陀是第一世就是耶稣跟佛陀吗？那赛斯讲一句话，我觉得先让我们觉得很开心。赛斯说，你们知道耶稣跟佛陀在成为耶稣跟佛陀之前，他就是我们啊。如果不是经过每一世的这么平凡的每一个众生，最后怎么会有一世变成耶稣跟佛陀呢？来，各位，意思是说，来，大家给自己鼓掌。意思是说，今天的你再怎么笨，好，稻子都让你种死掉了，数学怎么学都不会，有一天你也会是耶稣跟佛陀。来，懂我的意思吗？而耶稣在佛陀跟佛陀在成为耶稣佛陀之前，他也当过很多世的平凡的众生。各位，这么简单。所以整个赛斯心法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你绝对不要小看你自己。就算你觉得这一世你没有什么成就，就算你觉得这一世你很平凡，就算你觉得这一世你什么都不会，其实你只有2样不会，这样也不会，那样也不会。你不会的事其实没有那么多，只有2样的这样跟那样，对不对 ？OK， 好，所以虽然你这一世觉得你自己很平凡，很多地方也比不上别人，各位，那是因为你还在过程当中。所以整个赛斯心法，它告诉我们，第一个，我们不要小看任何人；第二个，我们绝对不要小看自己，绝对不要小看自己。好，这也是佛法中的某一个观念，就是每一个人都是什么？未来佛。未来佛。好，我们再来讲这个辛苦的概念或用力的概念。用力的概念。好，来，刚回到学士那个比喻，
对乌龟而言，在地上爬很用力，它当然比不过兔子嘛，大家知道龟兔赛跑。OK， 好，可是到了水里，请问乌龟跟兔子谁的速度快？对，好，不管是海龟还是乌龟，好，当到了水里，请问是兔子的速度快还是乌龟的速度快？那当然，我不会各位真的把兔子丢到水里。好，你可想而知，兔子在水里它根本就不会游泳，那乌龟在水里呢？它简直就跟兔子在陆地上速度是一样的，甚至搞不好更快都不一定，哎，对不对？好，各位，我想要讲到重点的。所以，对各位成年人来讲，或我们讲对小朋友来讲，我们被给予太少的探索范围。来，各位懂学士的比喻哈，对任何一个小朋友或各位成年人而言，我们被给予一个太小的探索范围，这是第一个。来，大家仔细听。对，纵使是你们今天，你们都应该重新探索你自己。来探索你自己是什么？探索你自己是要把你这一世轮回的这个自己，跟你的心灵潜能才能结合在一起。因为简单来讲，你到今天你都还搞不清楚自己是兔子还是乌龟，你怎么会找到你的人生的主战场呢？哎，没错吧？你到今天你都还不了解自己，到今天你都不确定你是一只鸟，还是乌龟，还是兔子，还是穿山甲。会懂我意思吗？对，好，比如说你是一只蜘蛛，你以为自己有8只脚，好，结果你去采蜜，你是只蜘蛛，你有8只脚，你采蜜也采不赢蜜蜂啊，对不对？是啊，所以在我们的教育里面，或各位成年人们，或各位的小朋友们，我们并没有给予一个广泛的范围的探索，因为我们很快的就被社会跟父母的价值观所框架了，所以后来很多时候我们都是把一个对的人、对的心灵，但是用错方向了。就像学士常常有一个概念，这个世界没有笨学生，只有不会教的老师。各位，当你发现你的孩子是很笨的时候，就表示其实是老师跟学校很笨。这个世界没有笨的人，只是被放错地方了。来，我不知道各位明白我的意思吗？好，我第一个刚讲的是我们的学习是不够广泛的。好，所以各位简单来讲，今天如果你们有一份工作也好，或假设你今天退休了，或假设你们今天是有一段空闲的时间，你可不可以让自己做一个广泛性的探索，重新再去问你自己跟你的内心，到底你的灵魂的特色跟专长在哪里？因为刚刚学士提到了，也许你从来不认识自己，也许你从来不认识自己，因为很多东西在我们过去成长过程当中，在我们的教育里面，它其实是被什么贬义的？它其实变贬义的，意思是说，很多你的天赋才能其实是没有被器重，没有被看见。就比如说，其实你是一只千里马，但是从来没有遇到伯乐的概念。好，所以徐师有一个概念，其实在座每一个人你都是天才，但是只是没有找到你的方向。其实你都是天才，
好，没有不能教的孩子，只有不会教的老师，只有不会教的老师。好，所以一个很广泛的摸索的学习很重要。来，所以你相对上来讲，这就开始，你的人生一直很用力吗？可是有没有哪一些领域，徐师刚讲，你的用力是可以事半功倍的？第二个，你的这个用力，别人看起来你很用力，可是相对上来讲，你觉得自己怎么样？很轻松，很容易上手。那这里我要再补充一下，各位，这跟你们的转世有关。简单来讲，在座所有的同学，你都有你在过去转世当中，其实你已经培养得很好，但在这一辈子你没有用出来的能力。来，各位，简不简单？很简单的一个概念哦。假设我们都有很多次转世，那么请问每一次转世，我们有没有学到一些才能跟技术，或人际关系，或不管什么之类的各式各样的能力，有吗？所以理论上来讲，我跟各位我们在座每一个人，一定有我们过去转世当中所学习过，而这一辈子还没有被打开的潜能，对不对？来，各位，这很重要哦。所以你开始去思考这个题目，你开始去思考这个题目，你现在就开始去思考了。如果我有那么多次的转世，有没有好多次的转世的才能都还隐藏在我的内心？但是因为我没有心灵觉醒，所以这个才能没有被我什么打开？因为我没有建立起打开它的钥匙，那个钥匙就是什么？相对应的信念。一个信念就是一把钥匙，来，懂我的意思哈？一个信念就是一把钥匙。那今天你可以建立一个信念，我是不是有我还没有打开的很多关于转世的才能？来，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来讲，鲁伯后来不是通灵通到赛斯嘛，写下赛斯书嘛。赛斯就跟鲁伯讲，其实你在好几世之前，你的能力本来就培养得很好了。甚至鲁伯在他的前一世，他本来就是一个纽约的一个灵媒，只是那一世他有一点走偏的方向了。对，好，那鲁伯有一世是鄂图曼帝国的第二把交椅，他拥有很大的财富跟才能。各位，他曾经是整个大帝国的第二号领导人物。对，那换个角度，各位，在你们的灵魂前的，比如说我们讲那位小女孩，穿衣服那小女孩，来，请举手。对，那虽然是个小女孩，可是我从轮回转世的角度来谈，来，各位，你知道她前世当过什么吗？来，懂我的意思？你一定要这样抓头发吗？你知道她前世当过什么吗？来，假设徐氏说他有20个前世，请问每一世的自己在当那一世的时候，有没有培养出一些能力？这样各位明白我意思吗？所以你们这一世的自己，除了你是你自己之外，在你里面还隐藏着你这么多世的才能，只是它没有被什么打开。所以当到了各位你这一世，你负有一个使命。你负有一个使命，就是怎么样把你过去曾经转世过的、曾经努力过的、曾经学习到这些才能，在你这一世也能够打开。好，那打开的部分是什么？各位，打开的部分就是你从做一件事很辛苦，到慢慢觉得没那么辛苦。各位，就是你上手了。来，我举个例子来讲，比如说各位，现在我如果要你写一本书，你觉得辛不辛苦？你觉得很辛苦？对徐氏来讲辛不辛苦？一点都不辛苦比我去种田还更不辛苦。各位，对我来讲一点都不辛苦，因为这好像就是我天生的能力。各位明白吗？对我来讲就好像 a piece of cake，
所以你们都没有找到你的天赋才能，对你而言，你有没有好好的观察过你自己？默默当中，你能做到的，比你自认为比你聪明的人，你都做得比他好，但是你没有发现，你没有发现。意思是说，各位你们都不够用心来发现你自己。好，比如说我们有个电视频道叫 Discovery 嘛，各位你们都没有发现你们自己，其实你自己才是全世界最大的宝藏跟谜团。到底什么东西隐藏在你的内心？到底她在当一个小女孩之前，她还当过其他什么样的人？各位，到底你在成为你这一世之前，你还拥有过哪一些生命的经验？对，好，我们不要说，假设各位你过去转世过20世，我们不要说你每世活太久，我们说都活到50岁好了。来，20乘以50多少？1000，所以你是一个1000岁的老怪物。那各位懂我的意思吗？你是一个1000岁的老怪物诶。所以后来我一直觉得台湾民间常常有什么欧户沉水，有没有？各位就是这样来的啊。五府千岁，那为什么叫五府千岁？因为他觉醒了他转世的记忆，他当然是千岁呀。来，明白我的比喻哈？各位，所以如果许是说你有1000年的在地球上的岁月，那如果你都轮回了1000年，你还有什么东西是不会的？你除了这个不会跟那个不会之外，其实你什么都会呀。来，知道我的比喻吗？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内在有非常多的天赋才能是我们没有打开的。好，所以首先第一个，我们再回到刚讲，你一直很用力吗？好，我再讲第二个，包括我们很多学生，到底我们现在每一个学生都是被鼓励去做他最擅长的，还是被鼓励去做最能赚到钱的，然后有名有地位的？来，听懂我的意思吗？每一个小朋友都是被以他最擅长的那个方向被栽培、被鼓励，还是我们的教育跟父母亲其实已经把你定好一个方向，什么觉得对你前途最好？各位，就好像徐师常讲，以结婚当例子，你是跟一个你最喜欢的人结婚，还是一个最适合结婚对象的人结婚？来，听懂我的比喻哈？对，好，就像我们从小到大的过程，一个小朋友有没有依照他的灵魂最擅长的方向去培养？他有没有经过一个被很彻底的被调查跟了解？来，这次徐师要讲，如果今天我们假设有一个仪器可以测出这个小朋友所有转世的过去，请问我们在为他定一个教育计划，是不是容易多了？可是我们现在有吗？或像以前大家知道哈利波特有没有？哈利波特大家记得有一幕嘛，就是每一个新生入学要让他戴帽子，有没有？然后测定他的什么？他的适合的方向。那当然我们在高中的时候有什么理工科什么科，有分什么文组理工组，有没有？有一个很粗暴的分法，有一个很粗暴的分法。可是学师举个例子，在你们从儿童到青少年到青年，你们真的是根据你灵魂的方向而去定出你要走的未来，还是你们是跟着社会跟父母的价值观？哎，各位你不要这样讲哦，我曾经遇到一个个案哦，他跟我说，徐师啊，我的大学考试的那个录取的志愿卡是我妈帮我填的，
因为我妈比我更知道我要的是什么，我妈比我更知道未来哪一个行业跟哪一个科系跟学校适合我。各位听懂了吗？我说你没有决定权吗？他说我没有，我妈帮我决定的。对，来，各位你不要讲，甚至有没有一些人，你结婚的对象也是因为父母很喜欢他的，然后你会觉得反正父母喜欢就好，我喜不喜欢没那么重要，反正就睡一起而已嘛。来，是不是？来，各位听懂我在说什么了吗？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在座所有的同学，你们现在的方向真的是你灵魂的方向吗？来，知道我的比喻了哈。你们现在的方向真的是你灵魂的方向吗？我在说的是那个价值观。对，好，比如说徐氏很喜欢举我自己当例子。OK，以世俗层面来讲，对，我算品学兼优，很会念书，后来也当了医生。可是今天如果我没有去追求赛斯心法，没有接触到赛斯心法，各位，你觉得我会是一个快乐的医生吗？我绝对不会，我绝对不会。当医生可能是一个符合社会价值的一个行业也好，知识学问的追求或技能也好，可是最后对我而言，我真的找到我灵魂的方向，是因为赛斯心法。来，各位明白我的比喻？那如果我把各位比喻成我，你们找到你们灵魂的方向了吗？没有哈。对，所以看起来就是很用力的样子。对，很用力就会有内痔跟外痔。对，所以有内痔跟外痔的人，就是因为你的人生一直很用力，尤其你在上厕所的时候都非常的用力。不好笑的，不好笑。那么用力，所以会有痔疮是吧？怎么样？被识破了是吧？那个主题是我们下午讲疾病。你一直很用力吗？OK， 所以人生的辛苦跟用力，它意味着什么？我刚讲，可能是各位你这一辈子都还没有灵魂觉醒。对不起，你这一辈子都还没有灵魂觉醒。意思是说，白话就是你还活得浑浑噩噩的。你只知道人家跟你说这个方向是好的，你只知道父母告诉你，学理工科进台积电在，还是进哪一家很好的企业，你可以赚很多钱，你可以买房子，可以有身份有地位，或是你去念了哪一个行业。可是各位，你到底是在追求社会的价值观跟肯定，有点像刚刚徐师讲的，最后你是在为谁辛苦为谁忙。来，之前我们很喜欢讲一句话，我们这个活在别人的眼光里，然后最后死在别人的嘴里。各位，你是为别人而活，你是在活在别人的眼光，你是活在社会的价值观，你是活给你父母看的。各位，就是你并没有怎么样打从内心，有没有？来，各位，那个心灵不见了，心灵不见了，你并没有真的打从内心。意思是你没有心灵觉醒，你没有心灵觉醒。好，所以刚刚徐师讲到一个概念，那个概念是你们每一个人都要开始进入自我探索的过程。来，各位，我指的不是小朋友，我指的甚至是你60、70岁的自己哦。甚至有些人跟我说他暂时没有工作，我说暂时没有工作，那就什么都去做做看啊，去做木工，去街上打扫，甚至去
做任何的行业，其实做任何的行业，目的不是去赚多少钱，目的是去发掘你自己。目的是当你做过的所有社会的各行各业，当你拿掉社会的价值观，最后你发现在哪一个过程，甚至哪一个行业当中，你找到自己的天赋才能。来，徐师要说的是这个。来，以前我们不是有一句话叫行行出状元吗？说实话，在我们过去那个时代，做面包是被看不起的，是不会念书的孩子才去做面包。那请问现在台湾有没有人做面包做到世界冠军？那在我们那个年代，会念书的才是好小孩，所以打球的不是好小孩，是功课不好的坏学生才去打球。可是现在大家发现，收入最高都是那些打球的啊，对不对？每年都是上亿、上10亿年薪的啊，来，没错嘛？是啊。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当每一个人找到你的天赋才能，其实你都可以在人类的某一个领域发光发热。来，许是要说的是这件事。来，我说的是在座每一个人。那之所以你现在还不是，是因为你还在过程中。所以你们每一个人，未来都一定可以在地球的某一个领域发光发热。所以你要全力以赴的去探索你自己。所以各位，探索自己跟了解自己的心灵，甚至所谓的心灵觉醒，其实是人一辈子最重要的部分。好，举个例子，像我们基金会今年年度有个最重要的就是心灵魔法师的培训。什么叫心灵魔法师的培训？各位，就是除了你认为的自我，除了你认为的眼耳鼻舌身，我们有没有心灵的潜能？而且心灵的潜能从来在我们的社会都没有一个很正式的一个提出来，让各位去认识、去觉察。比如说预知未来的能力，比如说做梦的能力，比如说创造实相的能力，比如说疾病自我疗愈的能力，比如说心想事成的能力。甚至各位，你不要告诉我心电感应不存在哦。对啊，你不要告诉我心电感应不存在哦。就像在你们的生活当中，它无所不在哦。尤其是在亲子之间，在你们跟你们的父母之间，在你所关心的人之间，心电感应无所不在哦。有时候你正想到某一个朋友，他就打电话给你啊。各位，在你的生活当中无所不在，你不要跟我说转世不存在哦。转世如果不存在，怎么解释我们这一辈子这么多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就像我们生小孩也是一样，徐市长开玩笑，有的就是来报恩，有的来报仇的嘛，对不对？你没有从转世的观点，你怎么解释这么多的亲子关系？我们时常开玩笑这个女儿是爸爸前辈子的情人嘛，那上辈子得不到这个情人的爱，所以这辈子来当你女儿嘛，对不对？那你就只能爱她嘛，对啊，是啊。好，所以所有这些东西都是在我们的自我意识下面的心灵，可是我们目前的社会文化并没有鼓励这些东西。好，所以我们基金会要开始发展，像我们今年的刚讲赛事大会，我们主题就是魔法师游乐园，理论上就是哈利波特的概念呐，理论上就是霍格华兹学院的概念，理论上就是把所有各位你们潜藏的灵魂的潜能怎么样打开。因为这些东西过去都没有被提到台面上来，各位明白吗？它都是一个内在的心灵的，甚至是怪力乱神的概念。对，然后很多就开始胡说八道了。好，所以我们基金会要把这个概念拿到台面上来，意思是说，各位，如果我们开始走上心灵潜能的打开，如果我们开始走上心灵的觉醒，你的人生就不会一直很用力，那个不会一直很用力。来，各位，来，我要开始你们回想你们这一辈子所有的过程。
你们人生有没有哪一段时间，你觉得运气很好，能量很顺？包括我们每年过年都会祈求很顺嘛，哈，你们有没有人生中哪一段时间，好发现什么人见人爱，花见花开，车见车载？对，好，甚至好，学士开个玩笑，好，大陆很喜欢讲一句话，就正想打瞌睡，就有人送枕头。好，正想要提神，就发现有人送咖啡。对，所以我们都忽略了心灵的所谓的。之前大家如果记得有一个叫做什么吸引力法则，还记得吗？结果我们的头脑跟自我就在那边用功烂啦，台湾话就用功烂啦，用傻瓜的力量啦。来，各位懂我意思吗？就是如果你掌握到美感，我们讲诀窍，来，请问你需要很用力吗？来，我不知道各位有点知道许现在要说的是什么了。如果我们说自我跟头脑算计了一辈子，最后一场空，那如果我们今天讲心灵的吸引力法则，有没有可能？来，各位，我不是说你一辈子都是这样子哦，我是说有没有在某一些心灵的法则的学习里面，你可以事半功倍，你可以心想事成，你可以用吸引力法则，甚至在很短的时间内做到人家100年、200年做不到的。来，各位，徐师就是要讲这个东西。好，那个比喻有点像这样子。好，我用小叮当做比喻好了。比如说，你从这边要到美国，你要坐飞机，好，要飞很远，好，飞11个小时、12个小时才能到美国。好，那如果用小叮当的任意门呢？小叮当的任意门，门一打开就到了吗？或是那个奇异博士那个有没有？带一个什么那个然后开始画虎烂这样。画虎跟兰花，然后画一个圈，出去就是纽约了。来，只是打这个比喻。所以现在我们在地球发展逻辑、理性跟思考，但是这样的一个概念，这样的整个社会文化跟我们的教育，让我们看起来日子过得不错，但是全人类却慢慢的陷入所谓的辛苦。来，各位知道我在说什么吗？来，就像你们现在会觉得比如说我们讲通货膨胀好了，以前在我们这一辈当年要买房子的时候，工作的时候，好像听说不太难。现在的小朋友，现在的年轻人要买个房子，请问头期款他自己付得起吗？不一定。所以现在的年轻人，你买个房子没有父母亲的帮忙，帮他出头期款是很困难的。我们讲一般社会的薪资，一个月3万、4万、4万、5万，你怎么买一个头期款的房子？没错吧？然后东西又这么贵，生活开销又这么大，来，没错哈。在我们当年那个时代，我们买房子不一定需要靠父母，不一定需要靠父母，当然有父母可以靠，当然更好。对，那现在的小朋友，现在的年轻人买房子不靠父母几乎是不可能的。好，比如那天我还看到一个新闻很好笑，他是一个医生，他说他在台北市买一个房子，是要买个还不错的房子，新台币底下是5000万。他就开玩笑说：“对了，他自己出100万，另外4900万父母帮他出了，他就可以买得起5000万的台北市的房子了。各位，他就可以买得起台北市5000万的新台币的房子，因为他自己出100万，父母帮他出4900万，所以要对父母好一点哈，好不好 ？OK， 好，所以各位相对上讲，现在整个社会有没有大家感觉上？”很矛盾，同时我们又觉得日子过得不错，同时我们有一种什么辛苦的感觉？来，有还是没有？是啊，这辛苦怎么来的？各位，难道就像佛家讲的轮回就是苦吗？难道我们不苦就代表我们没有来到这一辈子吗？难道我们真的要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吗？难道真的要什么上
上天什么要什么劳其筋骨什么啊？饿其体肤，劳其筋骨，空乏其身，反正就这样一直折磨你，才能成为人上人吗？好，各位，我觉得磨练也没有不好，但是到底到后来，为谁辛苦为谁忙？真的活得这么辛苦，还真的觉得活着是一件令人开心的事吗？好，昨天在台南演讲的时候，讲到一段很好笑的部分，同学如果还记得，好，因为这几天台湾的平均寿命统计出来了，台湾的平均寿命，好，男女不太一样，好，男生好像是78，女生好像83左右，好，然后我问各位，好，那时候我就昨天问台南同学一个问题，你们知道全台湾哪一个县市的人平均寿命最短，哪一个县市平均寿命最长？来，有一个同学马上回答，台东的人因为好山好水，污染少，空气新鲜，所以台东的人命最长。结果刚好相反，台东的人命最短。来，各位，你们知道为什么吗？来，我先直接讲实话，因为相对上而言，台东的人不管在物质跟心灵层面，可能都过得比较辛苦，来，对不对？没错哈。那我也的确相信台东的人空气一定比较新鲜，我也相信台东的人吃的相对上比我们来讲都比较是有机的，因为他们大部分院子啦、邻居都会种菜嘛。那你自己的种的菜，你当然不会撒农药嘛，没错嘛哈。对啊，台北市空气又脏又拥挤，为什么台北市人活得最久呢？嗯，好，活得久不代表活得好，是，对，没有错，对，好，所以昨天学士就讲了，寿命长不长是你决定你要不要活很久。那什么因素让你决定你要活很久？好，那我再讲用力跟辛苦。来，我还是要讲辛苦跟用力本身并不是一个单独因素，而是最后你的辛苦跟用力，你觉得有没有代价，有没有价值？明白我在说什么了吗？有一个人可能一点都不辛苦，一点也不用力，最后他觉得他活得没有意义，他没有代价啊。有的人可能活得很辛苦，活得很用力，可他觉得什么？就无 get 的。这样懂我在说什么了吗？所以甚至我们讲辛苦跟用力，它也不是单独产生其价值，而是你觉得你的辛苦跟用力有没有相对上你觉得的意义跟价值。来，各位，意思是说你觉得有意义有价值的，你再用力再辛苦，你都觉得值得。来，对不对？是啊，就像一个好东西，你一定想要的东西，多少钱你都愿意买。一个没有价值的东西，你带回家都嫌占空间。好，所以我今天讲的也不是用力的问题，也不是辛不辛苦的问题，而是你觉得你的用力跟辛苦有没有价值？而这个价值是来自别人，还是你自己，还是你打从内心？来，各位明白吗？你有没有找到你打从内心的？还是我刚刚讲你都是在为别人，都是活给别人看，活到最后你发现，最后别人是别人，你是你，然后最后竹篮子打水一场空，竹篮子打水。对啊，你怎么平衡你自己？甚至你怎么找到内心的动力？好，来，我再回到吸引力法则。好，所谓吸引力法则的意思是说，如果我们今天不是只是用头脑，不是用理性，不是用你的计算，而是你开始可以使用心灵的力量。各位仔细听，你开始可以使用心灵的力量，那么徐师先讲结论，结论就会你会开始事半功倍，结论就会是你会开始
没那么辛苦。结论就是做到同样的成果，你会不需要比别人那么的用力。我要说的是这个东西。各位，好，那就好像有一点我们古人讲的天人合一的概念，天人合一的概念。而你做，比如说你找到你画画的才能，各位，那么你付出的时间，你付出的努力，跟你相对上得到的回馈，你会觉得很有成就感，很有成就感。好，来，所以我们回到刚讲，刚徐医师说了，第一个是心灵觉醒的概念。好，第二个是之前我们跟大家讲过的所谓的吸引力法则。好，第三个是赛斯心法一直在讲的信念创造实相的概念。好，各位，心灵觉醒，刚刚许医师提到的，你不是只有你以为的你自己。我刚刚不是提到第一个转世的记忆吗？第二个就是我们每个人心灵本来赋予的能力。好，许医师一天到晚在谈的爱、智慧、慈悲、创造力、喜悦跟神通，包括我们讲的心灵潜能。各位，这些东西说实话在我们的社会都是没有被正式提出来的，因为它被视为不科学，可是它在生活当中无所不在。它被视为不科学，它甚至被视为非理性。可是各位，来，请问你做不做梦？梦科不科学？来，你做不做梦？来，甚至我开个玩笑讲，你会不会因为做了一个梦，比如说你昨天梦到跟国中同学吃饭，跟大学同学开同学会，结果第二天醒过来，反正闲也是闲着，打电话给大学同学，有没有？你的生活有没有被梦境改变？或梦到你梦到你的前任的男朋友或女朋友结果就在 FB 上面去 take 人家会吗？你看那个偷笑的同学就背着太太嘛去做这件事。 OK， 好，我的意思是说，那请问梦理性吗？梦科学吗？那请问他有没有改变你？它是不是你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是。不然弗洛伊德为什么会有梦的解析？梦的解析不就代表我们的潜意识吗？好，所以徐师讲的心灵觉醒，代表了我们心灵有很多的智慧，很多的能力是我们没有打开的。好，那为什么要做这个东西呢？来，各位，很简单，就是刚我提到的，它可以让你的人生不要那么辛苦，不要那么用力。所谓的神奇之道，它其实就是一个慢慢学会事半功倍的一个人生的道路。各位，神奇之道，当赛斯在讲神奇之道，麻烦那本书拿来给我一下。好，当赛斯在讲神奇之道的时候，他跟鲁伯约瑟提到，他说纵使是鲁伯跟约瑟对神奇之道的一种态度心态都没有具备。各位，神奇之道学是比喻来讲，它其实就是你可以用心灵的力量好好的来使用所谓的吸引力法则。当然各位，我不会说我们开始就做得很好，我不会说我们在人生的各种领域都不会遇到困难，我不会说我们不会买房子被骗，会的。我不会说你们不会遇到诈骗集团，会的，明白了吗？各位，人生会有挑战，会有困难，你们干嘛笑那么开心？来，各位，会的，会的。好，我不会说你们凡事都很顺利。那说实话，凡事都很顺利，遇不到挑战，遇不到困境的人生，也没有什么好过的。因为人生总是要有挑战跟困境，来作为自己能力的提升，明白了吗？对，那是我们考验的一部分。但是我的确在说，有一种神奇之道，是我们可以动用心灵的力量，而把我们要的实相吸引到我们身边。我的确在讲这个东西，明白我的意思吗？我的确在讲，我们有一种心灵能力，
是可以把我们要的实相吸引到我们身边，所使用的就是你的信念，还有你对心灵的整个的理解跟打开。好，如果许医师这样打个比喻，当你活得很辛苦很累的时候，并不代表你笨，也不代表困难特别大，它的确代表在那个领域里面你有待打开的什么心灵能力。来，这样简不简单？所以各位，这就是我们来轮回的功课，来轮回的功课。从任何你要努力的领域里面，你开始觉得你可以不要那么辛苦，那么用力。各位，其中很重要的就是你的信念够不够坚定，然后你有没有常常回到相信宇宙的善意的本质？你有没有常常回来相信信念创造实相？你有没有常常回来提醒自己，我要当一个什么无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对，是啊，还是我要让自己很多的负面思考，很多关于人生是辛苦的，很多关于人生的负面，然后慢慢的变成你的内在的很多的负能量。我们有没有回到赛斯心法的核心？来，各位，说实话，无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不容易哦。现在什么东西都在涨价，你乐观个屁呀！现在世界的局势也好，两岸的局势也好，感觉上好像很紧张的样子，你乐观个屁呀！各位，好，那你不乐观你要干嘛？各位听懂了吗？好啊，那你悲观呢？那你负面呢？那你每天都觉得世界要毁灭啊！啊，祝你幸福啊！不然你想怎样？你负面会更好吗？各位听懂我的意思？我不管你负面合不合理、实不实际，那你每天哭的那张脸，你到底是要干嘛？来，明白了没有？所以各位，你不要以为无可救药的乐观是容易的哦，它是修行的一部分哦。遇到困难、遇到阻碍、遇到人生不顺利，你还能够保持无可救药的乐观，那才是真修行哦。来，懂了没有？对，好，买房子被骗了也就算了，还被建商告、被攻击，你还能无可救药的乐观，那才是真正的修行哦。听懂了吗？好，不畏权威，不畏强势，还敢去抗议，还让他告，各位听懂了吗？来，容不容易？不但不容易，还要保持无可救药的乐观哦。来，这样明白了没有？所以无可救药的乐观，它不是嘴巴说说的，它是一种心态，它是一种修行。来，要不要当无可救药的乐观？来，要不要？要。各位，因为赛斯说这是最有智慧的选择。不管发生什么事，你都不能动摇无可救药的乐观的这个心境。好，那我说，那你不要，那你掉入悲观啊，你每天喝酒啊，你每天借酒消愁啊，你每天怨天尤人啊，你每天抱怨八字不好啊，祖坟都没有迁对位置啊，那你们家的风水很糟糕啊，好，那最好再去改个名字啊。各位，这样明白我的意思吗？好，所以当你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乐观的时候，你会开始刚讲符合宇宙的这样的一个能量跟方向。来，我们再来讲，好，所谓的神奇之道。来，大家口诀还是要记得哦。结果先确定，方法自然来，轻松不费力，信任、感恩加行动，但要有耐心。好，这个结果先确定是把你想要的未来加上无可救药的乐观。好，然后回到你的心灵，
把它丢到你的潜意识，而相信有一个内在的神性跟佛性在帮助你。对，好，那一阵子在台北赛斯讲的一句话很重要，在赛斯管顾讲灵魂永生的时候，赛斯说冥冥当中有人在帮助我，来念一遍。好，所以今天的主题，各位，你不要活得那么用力的意思是说，你的内在有一个内在的智慧，你的内在有一个耶稣，有一个佛，他其实一直默默在帮助你。那么你可能会遇到难关，你可能会遇到挑战，可是当你把心灵的能力打开，宇宙的一个善的力量就在帮助你了。而当这个力量你感受的越来越深刻，你就不会那么辛苦那么费力了，好不好？好，那我们今天的讲座就到这里。那我们下午是1点到5点。好，我们下午主要是针对疾病。好，因为疾病也是我们辛苦的一部分哦。对，如果你没有去化解你的辛苦，那么你可能会用疾病来感受到人生的辛苦，因为病痛会很辛苦，好不好？好，那我们今天的讲到这里结束，谢谢大家。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请按赞、订阅、分享并开启小铃铛，支持赛斯教育基金会，支持赛斯网络电视台，让我们用不一样的角度一起看世界，来体验共同创造的一切。